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园。这个影片是介绍另外一个新的工兵统帅的。这位统帅叫沙普尔一世，这个统帅我就不太熟悉啦，比较起秦始皇也是一样的。这位统帅并没有真实伤害，他是使用工兵工程技能。第一个技能单体输出，怒气需求1000点，对目标造成持续4秒的额外伤害，伤害系数800。若目标部队的怒气低于500点，则会在接下来2秒内使其获得护盾无法生效。那他这个技能明显是针对哥尔哥跟波罗托两个都有护盾效果，但是他的直接伤害变成分段式了。那其实4秒800的伤害就有3200的伤害，算是很高了。但是分段式我不确定会不会比较好用。那分段式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如果对方他的护盾是持续几秒的话，那你分段式的话，至少你会有一段的伤害可以打在对方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哥尔哥的护盾效果是持续3秒的，那有可能如果你是一次直接伤害的话，就变成说可能你那一次的伤害打出去不会这么痛，不会这么伤，会让哥尔哥的护盾给抵消掉你自己的伤害。如果变成分段式的话，至少有一次你是可以打出完整800的伤害，这个还没有加上其他的技能伤害提升。并且如果这个统帅的定位是在集结的话，其实我觉得分段是还好啦，反正你都是要针对一个目标持续打的，除非是说这个集结很容易被敌方给围殴打掉，也不是作为野战使用的话，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主动技能其实还可以接受。重点是这位统帅还可以让对方的护盾效果无效，所以可能打出来的效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好也说不定。第二个技能，工兵单位行军速度提升 20%， 生命值提升 20%， 受到伤害时有 25% 的概率在接下来3秒内使自身部队攻击力提升 30%。 由该统帅发起集结进攻时，工兵单位行军速度额外提升 20%。 那这边基础提升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他这边的行军速度提升还蛮瞩目的。我在想着说是不是官方他们设计这个统帅专门是给予巅峰赛的玩家所使用。而现在全球巅峰赛呢，还是有不少的队伍他们是使用骑兵的速度比较快的关系嘛，但都是用阿提拉搭配速步台这个组合，就变成说他们打驻防呢是比较难打下来了，毕竟对方用哥尔哥波罗头。如果这位统帅可以在全球巅峰赛所使用的话，可能大家有不同的选择搭配。第三个技能，造成技能伤害时有 20% 的概率在接下来3秒内使部队持续性的生命值提升，增益无效，使命中部队造成的普通攻击伤害降低 20%。看来大家应该也很明显猜得出他是针对谁的，就是针对哥尔哥。那哥尔哥的生命值提升还蛮高的，都有 30%。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新工兵集结统帅的技能，这里有说到造成技能伤害时，但是概率只有 20% 而已。可是我们看回这位统帅，他的主动技能是持续4秒的额外伤害，额外伤害就是技能伤害，就是说尽管概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他多次触发的话，怎样还是都会触发到他这个技能，降低对方的生命值。那如果运气好的情况下，可能在第一次触发额外伤害的时候就已经降低了对方的生命值，然后这位统帅在持续打出他剩下还没有打出的伤害，又或者是副将统帅在打出伤害的话，那么对方受到的伤害就会比较多，也比较痛一点。毕竟这位统帅的技能描述是说到让对方接下来3秒的生命值提升，增益无效。3秒时间都已经足够让这位新统帅打出他持续的伤害了，并且这个技能的触发条件就是造成技能伤害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这位统帅他有没有其他的技能，有其他的伤害或者是额外伤害之类的。就比方说如果是像诸葛亮这样子，他可以多次的触发技能伤害的话，所以更加容易触发到这个技能让对方生命值降低。至于普通攻击伤害降低，这个也不需要多做说明啦，毕竟现在驻防尤其是哥尔哥驻防呢，比较多的玩家还是使用拱形啦，因为抗围殴的关系啊，比较多玩家他们会开集结之后再加上围殴，所以如果用偃月阵的话，效果不是这么好，拱形阵会比较好一点。拱形阵的提升就是普通攻击伤害啊，这边就降低 20%。 第4个技能，由该统帅发起集结进攻时，施加增益效果时有 50% 的概率获得100点怒气，在接下来3秒内造成的技能伤害提升 30%， 冷却时间4秒。这个技能是一起的，而且要触发了上面获得怒气的技能之后，才可以触发到技能伤害提升 30%， 持续时间也算是比较长了，有4秒时间，但是这边没有 CD 时间哦。施加增益效果就包括可能技能伤害提升啊、攻击力提升、防御力提升之类的。就比如说这位统帅受到伤害时都已经有攻击力提升了嘛，那正常来讲是有包括副将的增益效果啦，就比方说亚述巴尼巴的觉醒技能也是有提升。
诸葛亮的技能也是有提升，再加上这位统帅他本来的概率就蛮高的，都有50%的概率，所以触发条件其实不算难。获得怒气可以更快的打出自己的主动技能，然后这边技能伤害又在提升。如果碰巧在触发这个技能持续4秒的时间内是刚好打出主动技能，又或者是一些额外伤害的话，这个集结部队打出去的伤害就会越高。最后觉醒技能由该统帅发起集结进攻时造成的伤害有15%的概率对命中部队圆形范围内最多5个敌方部队造成持续1秒的额外伤害，伤害系数200。持续1秒不发起集结进攻时造成额外伤害时有15%的概率对命中部队圆形范围内造成持续2秒的额外伤害，伤害系数200，也就是400的伤害。额外伤害就等于技能伤害啊，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这个伤害更高一点的话，就必须要搭配一些统帅有技能伤害提升的。所以说这位统帅有没有爆发呢？严格来讲是有爆发的，但是他这边爆发的数值有点低啊。还有这个统帅最多的问题就是他太多技能是有概率性的，有概率性的统帅一般玩家都不太喜欢使用啦。虽然这边是有说不发起集结进攻时也是有圆形范围，但是他这个圆形范围打的伤害太低了，而且他野战的时候圆形范围也没有说打到多少个目标，而且也没有写递减，我感觉官方好像是写漏了。不过如果真的没有递减的话也算合理啊，因为他这个伤害这么低，你再递减下去就没有伤害了。但各位看了他的技能之后应该也发现到明显的问题了，就是这位统帅他是不抗围殴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它有一点抗围殴性的话，就只能搭配亨利。但是就算你搭配了亨利，这种工兵集结出去呢，也是只能面对大家的围殴而已，一般来讲是抗围不了的。至于能不能够搭配秦始皇使用啊，毕竟他这边可以拿到100点的怒气啊，其实是不太适合的。因为秦始皇他必须要做主将啊，那主将的话他就没有攻城的天赋，对于集结来说不是这么好。而且秦始皇有一些技能呢是必须要针对野外部队的，所以他打驻防是没有用。比较合理的情况就是用这位统帅搭配诸葛亮啊，就是顺风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他搭配诸葛亮的话，这个工兵集结基本上一碰就脆。那如果说针对各个菠萝头驻防是肯定可以的，但如果还是说要抗围殴的话，还是只能用骑兵或者是步兵的集结去打了，工兵就是打伤害。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虽然它是分段式伤害，而且是额外伤害，但是加起来都有3200，输出肯定是很可观的。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位统帅作为第2个集结使用啊，比方说你能打关卡的时候开第1个集结是骑兵或者是步兵的集结，然后这个工兵集结就做第2集结，或者打关卡的时候比较容易补的情况下使用会比较好。又或者真的是要等到全球巅峰赛的时候大家才拿出来使用，因为全球巅峰赛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有那个时间去围殴集结，但是它可以针对各个。以上就是工兵集结统帅沙普尔一世的技能介绍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讲的，而且这个是集结统帅啊，一般玩家也不会对他特别重视啦。所以各位对于这位统帅的技能有什么想法，又或者是有一些错误遗漏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